底还是你玩这个乐团的人，你爱的是什么音乐？就是一直玩你爱的，你才会越玩越好，那个才是会让观众看到一种感动。恭喜在场的每一组乐团通过层层的考验，来到了乐团季。我相信你们来参加这个乐团养成节目都有你们的原因。在你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征战过全世界，有些人才刚开始他们的摇滚之旅，有些人距离爆红只有一步之遥。乐团季的宇宙中，一切都是打掉重练。初登场的舞台就是你们的新手村，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面临更多不同舞台的挑战。我非常的希望所有的乐团在15集的节目之中，能够逐渐成长茁壮，走到最后的万人舞台演唱会。只有被观众喜欢的乐团，才有机会在节目的7个 level 中，不断的升级挑战更精彩的舞台。乐团季的乐团们，尽情挥洒你们对音乐的热爱吧Level 1初始世纪，24组乐团将轮番演出代表作。演出后，乐团会依现场街民的喜好度获得不同数量的 Mojo， 也就是乐团季中的能量货币。嗨，我是 Sandra， 我将带领神秘客们登上露营车，一起分享我们对音乐最真实的感受，一起体会乐团演出的现场魅力。会红啊！大家好，我们是反正往前，是不是不知道怎么看乐团季啊？摇滚指数有所有的小道消息，没有导师，没有评审，到底要看什么？先看表演再说。让我们欢迎亚克力柿子。然后我们今天有个小任务，对，现在外面正是亚克力柿子在演出，然后2位庸俗救星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们是庸俗救星，我是主唱嘉云，我是贝斯手浩宇。听说我们找了本团最会稍微的2位，对。然后我们要在这边，我们小任务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在现场看一下他们直接的舞台呈现，然后我们都要讲出心中的真心话，绝对真心。玩乐团重点是什么 ？Real， 绝对真心。好，那我们就赶快进现场。我就对你行，你敢也爱我？的时阵，看你会当将我找起对，我也是你这，我的双手拢总放开，用所有时间来等你，一日算袂你。我无款，假假，我是一只盼袂尽的风车。
变化。你敢也爱我，无来决定，风对地来，我都爱彼边。我不愿你这，我的双手拢总放开，用所有时间的干预，一个天亮，算袂离，我无款意。我是一只看袂尽的风车。小月好适合唱台语歌。他干嘛？他干嘛不好好演戏就好？他现在在乐团圈这样。因为我觉得再不玩一个乐团的话，人生真的会有太多遗憾了，所以主要就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这样。亚克力柿子铁定不是软柿子嘛，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了。感觉我们会很辛苦。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乐团，多新啊！4月、3月哦，超新的，超级新。我们节目已经开始 run 了，你们都还没整。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跟这个节目一起诞生，然后一路来，我去年的个人演出，从现在开始，变成亚克力柿子了，大概就这样子。没错，对。我觉得他有个很强的优势，就是什么优势？这个就是有点混血脸，对，混血脸，然后唱台语，就特别有魅力。你也蛮有混血脸的，我觉得。混哪里？长得很像阿拉丁。甲方。我觉得如果画一个三角的话，就是颜值，实力，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台风。我好想听哦。是厉害的，稍微有点急了，太早就风车转了。对，风车转再往后一点点，我觉得会更屌。轮到你来评价吗？我当然是舞台，所以我坐在这边啊，对，还没有讲完，这颜值，继续，颜值就不用说嘛，就是顶的嘛。我觉得音乐很厉害，因为它音乐是这个，它中间有一段就是比较 disco。可是他的吉他痛比较像这种90年代的车库的摇滚，有点 grunge 的感觉，就很脏，所以让你听起来就觉得说，哦，他的毛边很多，然后其实还是有那个很有乐团这个 indie 的感觉。毛边很多，来解释一下，因为我怕观众不知道毛边很多是什么。就是他没有修得很精准，就是有一点粗浊的，但是你会觉得很有 feel 的感觉，对吗？有一点破的，对。那针对唱歌。你觉得怎么样？说实话，因为都是主唱，因为我们其实跟小月演过蛮多次，对，一起共演过蛮多次，就是这是我听他跟我们一起共演完唱的最稳的一次。哇，你敢哦，很敢哦。就是这个节目真的，他真的是很用心在看待，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合唱过《巴黎草莓》，他真的在上台即兴这样子，就是很 chill。好，那待会到你们的时候就看怎么样，现场尖叫我们比这个更大声。我们在这边讲大话的。不会，我跟你讲，玩乐团重点是什么？自信。我们现在已经到这边了，没办法临时抱佛脚。对，就是自信。就只能上了，对吧？上了。好，有足就有心了，我等下看你们。好。有没有眼中钉的乐团？庸俗救星让我们最紧张，我们一向跟自己比较。
哪一个团让我们最不紧张哦？庸俗救星让我们最不紧张。我们只要打败了自己就没事了。主唱就是好看啊，不需要特别讲。鼓手允琪很帅，他在最后面的时候，就是他也会散发光芒，所以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乐团，就颜值偏上。硬要说一个死角会。死角握啦，你自己握，对，好不好？就是死角。那个庸俗救星这个团名，小时候都会有很多梦想跟向往，可是随着长大过程就越来越变得很庸俗、很平凡。但是我们觉得每个人，当你在做闪闪发光的事情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庸俗救星。这就是我们团名的意义。对，但是大家觉得听起来很猛，对不对？其实我们是用团名生产器产生出来的，只是我们后来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就是给它赋予了一个意义。对，团名生产器赞。然后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在乐团季跟大家见面？哦，这首歌就是能诞生要感谢一个人，就是陈允琪。因为他是我们团队里面最会拖延的人，然后就是他给我这个灵感，所以这首歌的诞生就是要感谢陈允琪。band 不见 ，band 出来，庸俗救星主唱宋佳云。已经没有时间，我还在霎时间，丝线划破眼前。就装作看不见。看着荧幕在发呆，背板是向前，我掩埋眼前，昨天留下的都还在，起点飞，还有一点时间浪费。我的 Instagram 配咖啡，转眼还在原地怎么会一天黑？已经没有时间，我还在耍时间，身体对着一对，就把它向后推。已经没有时间，我还在耍时间，丝线划破眼前，就装作看不见。拖延，暂时逃离这世界。彩色的俄罗斯很快见面，做个梦睡在最甜美的婚宴。飞，还有一点时间浪费。原地 crash 我的世界，转眼毫无防备就坠毁的原点。已经没有时间，我还在耍时间，身体对着一对，就把它向后推。已经没有时间，我还在耍时间，丝线划破眼前，就装作看不见。Oh God，那个 bass。已经没有时间，我还在耍时间，身体对着一对，就把它向后推。已经没有时间，我还在耍时间，丝线划破眼前，就装作看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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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无法改变。Hello， 我是中年圣诞师阿强，让我们来访问刚刚表演的这组乐团。乐团季第一次的表演，没错。对，觉得台上怎么样？台上很热啊，非常热，对，比音乐季还要热，超级热。对，对，他眼镜还弹到飞掉。眼镜飞掉，对，
就是我下次要用5勾啊，学到了，对。那如果刚那个满分是26000分的话，你们会给自己的表演刚才打几分？100分。我们的满分就100分这样子。有吗？不到满分，刚刚不到满分，刚刚肯定没有。运气呢？我觉得我满分啊。就满分。我第一次听团是漂游者第1届的时候，2018年，然后去大港听团资历5年左右。我现在19岁，第一次听团应该是17岁。我们这个节目没有评审，是由现场记名会针对表演有喜爱度给 Mojo， 变成我们是决定他们的啊，压力好大啊，很紧张哎，都不给个高一点不行。想顺便提一下，我觉得 Mojo 蛮可爱，就是 Mojo 可能是外国人的爷爷奶奶辈在用的词，所以我觉得用在这里超可爱的。Mojo 有点像是魅力，一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帅、特别美，但是他可能很有 Mojo， 你就会觉得就可能会很想跟他 vibe 这样。对于 Mojo 的制度，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音乐最终还是回归到就是你的受众这件事情上面。现场真实的乐团能走到多远，也是看就是观众对你的喜好的程度。就是比较跳脱一些演艺圈的框架吧，就是可能有什么一个老师突然跑出来讲评，撇除了很多，比如说比较商业化的目的，或者是主流音乐会去在乎的元素，然后它可以非常直白，然后很单纯的看到底哪一个乐团有比较多人跟他们共鸣。你即将看到的乐团是 Who Cares 胡凯儿。我们这个团名其实从我高中成立这个乐团的时候，在报一些比赛，然后想要有一点点叛逆，就是有点害怕没有得名，所以就取了一个有点假装不在意的团名 Who Cares 胡凯儿。第一次听到胡凯尔，可能会觉得胡凯尔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其实也是真的把这个乐团当作胡凯尔这个人在做。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音乐去带入他是胡凯尔。其实在那之后的日子也不算坏，沉溺在幻觉里消磨夜晚，只是该怎么说，有些时候算了，没什么，一样在天亮前走上顶楼，一样多余的借口，迂回的懦弱，一样在恍惚中燃起了火，但怎么没想到几年时间过去，还是成了当初不愿长成的大人，探出窗外的手，轻轻地落，算了，也没什么。一样犯了无可挽回的错，一样牵强的理由，不愿被拯救，一样在遗憾里升起了烟。
就快乐，而所有来不及的、回不去的，也随着风散了。让那霎时悲伤的旅程，在怀念迟了再换不回的天真，但那些死不掉的、免不了的，你知道的。今天听完肯定是胡凯尔，我是胡凯尔大粉丝，胡凯尔推。我喜欢胡凯尔，因为我那时候买毛巾买很久都没有听过现场，就公布今天有胡凯尔，然后就很开心。胡凯是人吗？没有这个人哦，对，谢谢。没事啊，是吗？对，没有这个人。啊，因为这期有听过朋友们有说他们是就是风格很多元，一下是什么韩团风格，一下是各种不同风格。他们的穿着很用心，然后音乐也很用心。我给胡凯尔的 model 是最多的，我给胡凯尔最多 model， 我蛮喜欢胡凯尔，超赞。我还有他的毛巾。我自己是还好。我对于胡凯尔，老实说我还好，或许我的朋友们他们会特地说走啊走啊，我们去看胡凯尔。可是对我来说，那可能就是在我排团序的时候，我中间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去看，但我不会主要去看这样子。那你接下来最期待听哪一团？我现在最期待是 Blueburn， 因为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然后听他音乐会让我觉得回到水声之间那种青涩的感觉，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样子。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想吐》。乐卡，听说这个节目没有淘汰机制，根本没有比赛机制啊！没有比赛机制，怎么会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会有人不爽？没有不爽，有什么好看的啊？对嘛？而且你看，我们观众看，我们就是想要看他们比赛，彼此拼劲嘛。对啊，你现在拿掉这个比赛机制，对啊，你这样子观众要看什么？我们就是要看这些乐团杀到血流成河嘛。血流成河啊！啊，你又整天的温温顺顺的表演，啊那样子，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我们看 MV 就好了。搞什么东西嘛？夏布，我跟你讲，这个节目还让观众透过票选他们喜欢的乐团。嘿，啊，你有投票，你不就是把这些乐团分出个高低了吗？哎，你有高低，你就是在比较嘛。对，啊，你比较你就晋级，啊，你晋级你又不淘汰，又不淘汰。乐卡，我已经搞清楚这个节目组在搞什么东西了啦。什么东西？3个字，没担当。不敢请评审嘛，不敢让评审背黑锅嘛。你不敢让评审背黑锅，你讲家博。嘿，我们摇滚指数这个节目的宗旨是什么？为民喉舌。节目组看好，我们摇滚指数表演给你们看，什么叫有担当？有担当。什么叫干？什么叫干？你呀，这个礼拜前没有按铃提告，我就当你不敢。准备收我传票。对，你不告，我们告你。最好不知道告什么。堕落啊！不卡是怎么回事啊 ？ban 不见 ，ban 出来！宇宙资料库 Best 手牛凯。Hello， 我们是 Blueburn， 我是吉他手群渊，我是贝斯手志成。我是主唱广杰 KJ， 歌曲的主题里就是在探讨现代人分手以后，就是除了那个肉体上分开以外，就是物理上分开以外呢，还要处理很多的网络上的人际关系。
像有些歌，其实我觉得我是想写来搞笑的，可是有人就会听到哭，所以这我觉得不是我能干涉的。朋友告诉我，他看到你的照片，被放在很多个交友软体上面。那张照片还是我帮你拍的，你只有这个角度是好看的。I think I knew you so well, but how could you move on so fast？ 带新的朋友去，我带你去我的餐厅，看我爱的电影，还偷用我的会员卡。Darling, how could you move on so fast？ 在自己下你已经单身好几个月，我也可以，我以为我可以。我在那个叫软体下班后走到你家附近，把风一伸伸2公里，看能不能刮到你。放2人的合照，再把你的脸切掉，顺便把你踢出我的 Netflix 账号。I think I did it so well, but how could you move on so fast？ 带新的朋友去，我带你去我的餐厅，看我爱的电影，还偷用我的会员卡。Darling, how could you move on so fast？ 在自己下我已经单身好几个月，我也可以，我一定也可以。反正我已经把有你的贴文都删掉，追踪也取消，这根本花不了几秒。You wouldn't know I miss you so much. Why can't I move on so fast？ 自己一个人去，我们一起去我的餐厅，看情人节电影，还买成2人份的爆米花。Darling, how can you move on so fast？ 在自己下我已经单身好几个月，我也可以，我以为我可以。是按到空吗？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多了，太多了。哦。所以你们接下来的演出也都是会用3个人的编制吧？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就是来这边找鼓手的。那你今天有物色到什么鼓手吗？有，今天一直在面试。大家好，我们是梁和弦，我是主唱秉良，我是吉他孝玄 ，KB 俊业，我是贝手博彦，我是鼓手小明。你们现在毕业了吗？我们下个月毕业。哇，好年轻哦，都大4、大5。对，大4。那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吵架？无数次，我们有一点小女生，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今天吵架就应该要今天和好，但我觉得我们都会拖个好几天这样子。让我们欢迎下一组乐团梁和弦。学生时期很多都会对未来感到迷惘，或是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话，那我就是把这些事情谱成一首歌带给大家，这样子。时间
像是一场荒唐的表演，被时间遗忘的誓言，全都化成无声的埋怨。我究竟闭着双眼，学会不再与回忆纠结，就让这一切成为远去的语言。潮水冲刷不去刻下的哀怨，心底解不开的结，像是困在迷宫里面，每一步都走得更远，却又回到了起点。或许有一天，痛会随着风走远。刚不是有听一些，就觉得好像蛮好听，但会忘记。但这一团还不错哎，蛮喜欢的。我已经忘记了，对，已经忘记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每个人恰如其分，就是还蛮融合的。但是我真的很想特别讲那个主唱，他一开口我就已经很喜欢了。本身的音质还是你喜欢的音质，然后还有他咬字很清楚，你不觉得吗？他刚刚其实前3句我都听得懂他的每句歌词，唱歌的 groove 也很不错。我觉得整个乐团有在一起的感觉，应该可能
没有放 program。老师科普一下 program， 因为有一些人真的以为乐团上去然后就开始了，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配器你不能现场做，所以它等于说你就把它想成这样讲会很过分，就把它想成 KTV 的卡拉带里面会出现的东西，然后现场有些东西再加进去。会算是这。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program 有的时候就会做得很满，然后你有时候觉得台上好像没那么多东西在动，然后它有的时候会影响那个 groove 没有那么真实。放 program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比如说刚刚有和声出现的时候，我就有看到那个吉他手有在唱和声。这一团没有用 program， 你觉得这件事反而让它更真实 groove， 你更喜欢吗？就我觉得还蛮纯粹的，所以我猜他没有用 program。纯粹 in a good way。纯粹 in a good way。我给 Blueburn Mojo 最多，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他了，他的魅力太好。我觉得 Blueburn 女主唱很可爱。我给最高 Mojo 是 Blueburn， 因为他就是跟我平常会听的感觉蛮像的，就是有点 chill 的这样子。所以你对于他们没有鼓手这件事情，觉得他还算是乐团？也是有些乐团会放 program 啊，只是就我觉得这一团的向性好像比较适合女主唱自己单飞。我觉得他的主唱魅力已经盖过他没有鼓手这一点，因为我本身是做音乐，那我觉得鼓点其实蛮重要，但他没关系。我觉得主唱不要就是很讲究那个一直想要奇怪的咬字方式，整首下来都是。Blueburn 可能完全不会给他们 Mojo。好，谢谢。Band 不见。Band 出来。梁和弦驻唱吉他手秉良。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想吐。这个单元，我们接获大批民众的陈情，他们表示他们的小孩在音乐课的时候，通通只有直笛课，不合理啊！为什么只有直笛？因为直笛最便宜。既然要讲便宜，木鱼便不便宜？三角铁便不便宜？保特瓶也可以当乐器，保特瓶便不便宜？便宜的乐器有各式各样的，为什么就只有直笛？好。你今天跟我讲直笛，我就认真跟你讲直笛。国小有没有学直笛？高中呢？没有嘛？大学呢？为什么必修课没有直笛？教育断层啊！你从出生一路吹到出社会也可以嘛？你贯彻这个直笛的方向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乐团季，我们每个乐团是不是就配一个直笛手了？不要笑，不要笑，这不好笑。我跟你讲，这个直笛延伸出来的社会问题，本节目现在就展示给大家看。不吹了啦！摇滚指数，我们下次见。让我们欢迎宇宙资料库。看到长发男，就是觉得这个乐团可能会好听。为什么？怎么这么说？有点肤浅。大家好，我们是宇宙资料库。音乐啊、艺术或者是一些灵感，都不是我们创造的，比较像是我们去发现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从宇宙资料库里面拿到东西，我们就只是把我们发现到的这些好听的音乐，然后把它分享出来。你们5位都是同班同学，你要补充对，我们班都是你要说什么同学？白屁，同班同学，同班同学，对，我们都同班同学，3年多，对。好年轻哦，对，看起来很老，看起来很老，蛮老。那你们会吵架吗？这时候我来分配这麦克风的位置。以前玩乐团玩到有点魔怔啊，对吧？就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就有跟那个我们的吉他手坤宇我们爆吵了一架。他说他开车撞我，他开那个福斯。我哪有这样讲？你不要再讲话。我觉得追求就是我想要开心，把我想要
分享的音乐分享给大家，就是这样讲蛮官腔，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当然也是想要帅啊。对。世界纷乱之前逃走，告诉我该怎么做。快乐是拿来掩饰寂寞的，太多声音在我耳边扰动，告诉我该怎么做？是拿来掩饰寂寞的。如果我能决定我脑中的声音，我也想要决定。如果我能相信黑暗中的光明，我也想要相信。太多声音在我耳边扰动，告诉我该怎么做。快乐是拿来掩饰寂寞的。好，我必须说他们有一点像小 Deca Joins。真的有真的有。那会不会有人觉得
我已经有 Data Jones， 我为什么要宇宙资料库？你们对于这种风格很像的，就是代表说他们可能也是视他们为一个学习对象，也是很有可能，但就要看他们后来自己发展的那个有自己的味道的。我觉得每个乐团都是这样吧，慢慢模仿，然后慢慢会长出自己的样子。所以像这些年轻人，他们就算他们有一个 reference 好了，然后又做得很他的话，他还是会长出他不一样的样子。只是现在还在他们的乐团生涯很初期。对，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这么苛刻嘛，应该这样讲。常常看网络酸民就会说这个乐团就不过是学谁谁谁，也要学到你听出来很厉害。出来做的话，你不会学谁谁谁嘛？这样子就是那种感觉。没有，但是你知道，等到能说出学像谁，就代表他风格也是很明确，要不然的话会觉得你在干嘛？你即将看到的乐团是田约翰。田约翰曲风本身就有蛮多可以发挥的地方，对于拍子的掌握啊，一路走来算是我们的特色。只要我们好好发挥，弄一些就是观众听不懂的拍子，应该就是出奇制胜。我们最近应该就是那个在台湾季的时候，把我们的键盘送给台下的观众，当下就决定送出。对，我在台上快吓死了。我那时候说希望世界上再多出一个键盘手，这样。然后希望他可以练好降雨几率的钢琴 solo， 送出去之后呢，效果非常好，就看到很多的那个讨论。对，虽然那个本团的财务就受到严重的创伤，这样。你这样想到我刚好家里有多一颗小鼓，我好像多一把木吉他。你确定那个丢下去砸会不会砸受伤？我们都懂怎么游戏，选方向最低的开心，坦白不在想象里面，只有伪装没关系，话题要跳跃的聪明，距离要暧昧而亲密，不管是谁先越了线，过了明天也该忘记，太多想就留下也许，如果你同意，这次我们可不可以？这小夜包有点蹊跷，越在远处猜不着，一个人撑伞太单调，可能你出现的刚好。太多相遇，就留下也许。
可以享受这场雨，有你的顾虑，淋湿了就把它痛快的抛弃，变成最美丽。当遇见了对的你，能旅行华丽的风景，寂寞了就让它痛痛的淡去，也毫不可惜。当遇见了对的你，当遇见了对的你。band 不见 ，band 出来，天约翰鼓手小 J。哆咪哆，好，大家好，我们是共振效应。我们其实，在甄选的时候没有说我们是共振效应，我就只有说我们是一个乐团，然后我们要玩数学摇滚。我们的歌有些有词，有些没有词，然后想我们的音乐是可以让大家都得到共鸣的。就是这首歌叫做《起床》，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稍微打起精神来。今年19岁，现在17岁，所以我们其实是跟这些哥哥姐姐还有叔叔阿姨一起录节目的。在乐团季里面最大的前辈是旺福，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前几个看过的乐团的表演，其中一个就是旺福。那他那个时候唱了什么？哦，我把你当空气。哦，我当你空气是你小时候的歌哦。是我对他大概蛮新的了。其实只要超过5、6年前就可以算是，就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对。怂毅来了，你看看那个眼神。17岁，真假的？对，就是那个之前的那个神童啊，然后他组了一个高中生乐团。据我所知，他应该已经跑遍世界舞台了，所以对，没什么好怕的。上来就是要起份儿。对。可是很有趣哦，他组乐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说实话，我一开始有点在想他的拍子，他这个是不是其实对一般的人来说会有一点点难去听出那个拍子的变化，对不对？对不对？哇，高中生哎，对，我觉得这演奏真的是很强哎，对，很像，我觉得有点像可能大象体操跟 Battles， 就是那种数学摇滚派的。比较有 attack。数学摇滚意思？数学摇滚其实它就是拍子不一样，对，每个人的拍子都不一样。商号就是商号叠起来，比如说3乘4、4乘3，因素分解。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数学摇滚的风格，对，我也没有去算拍子。但我懂你的意思，因为就是说乐器摇滚。就是我相信一般的听众会一下子会觉得，还是要看他们其他歌，或者是他们其他歌记忆度怎么样，这样，对，不然这个其实任何场合，他如果给他5分钟，他一定可以征服你，但是50分钟，你看就一个 set， 有可能大家会飘掉的。对，但是就是很精彩，就目不转睛，到后来拍子什么也都不重要了，真的蛮凶猛的，很凶，会被他们帅到。好了，刚才的演出自己觉得怎么样？还不错，还行啊，只是眼镜掉了。我刚刚是眼镜直接飞掉，我就把它踢走，不然我怕踩到。那你们知道要来录影的时候，你们有做什么准备吗？烫头发。我们平常看起来比较像流浪汉的所以说想说要上电视了，要有一点人模人样的感觉。烫头发就比较不像流浪汉。烫头发就乱乱的，所以就现在的感觉。你们应该以前录过很多次像这样子的节目。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是有，但是这个规格的还是第一次。对。刚刚有人比较兴奋嘛？我刚刚是比较兴奋，因为平常都是鼓手嘛，然后观众都在主唱那一侧，然后这次环绕，对，颠倒过来，就感觉我好像主唱的感觉，就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然后就会特别的嗨啦。对，因为那个地形我还不是很熟。会地形不是就一个椅子而已？没有，因为我要跳起来，然后那边边就踩到边边这样子。好，我们刚听完田约翰，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听，田约翰超级粉丝，我还要买他们的毛巾。而且我很喜欢鼓手打鼓的张力，因为他打鼓感觉他自己一整个人都要飞起来的感觉。但他好像有快要摔倒的感觉。他每一场都会让我感觉有快摔倒的感觉。我觉得从后面看，就是大家都是在侧边后面，这个就是基本上比较少在外面音乐季可以看到。有看到像田约翰，平常在前面你都看不到那么近。但是田约翰的鼓手，他可以看他打，他就会打得很开心，打一打会自己偷笑，然后会有一些动作这样。我就很喜欢他们，就是可以把歌曲处理得很轻柔、很浪漫，然后就是会让你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我最有印象的话，大概是共振效应，因为他们其实蛮年轻的，他们是17，然后觉得好像才19岁。你们两个也19？OK。你们知道共振效应也是17？知道。还有什么想法吗？很屌。很屌！很久没有在现场听到这么纯粹的后摇团，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歌曲，就透过音乐，我认为是可以干上音乐季更大的舞台。对，让我们欢迎悠悠。大家好，我们是悠悠。我们有饶舌担当、复古担当、精灵担当、阳光男孩担当，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代表，就是溜溜球代表，要去比赛那种，这是我本人。就是在表演的时候表演过的。我跟你讲，我上次表演的时候有溜过，我现在有点厉害。1、2、3，就是这么荒谬。
你喜欢哎？对，有点那种老派台语歌的感觉。他们年纪写出虽不抵万弹这个词，就是非常前辈，是不是？他主唱他的前几句的那种拖音，对吧？我到现在好像没有在看主唱的唱法，我觉得他们给戏很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蛮好玩的。我自己之前有听他的专辑，哦，你有听他们专辑？对，但是我觉得看现场好像更有那个冲击的，有可能像荡在空中，然后但是又结合了一些。讲到这个更重的摇滚，蛮妙的，因为荡在空中，你知道他们的那个一开始模仿对象是谁？谁？我以前看过大师兄吗？不是 Fishmans。哦，对，所以他也有了模仿的。对他们当初就说他们玩就是因为喜欢 Fishmans 才组这个团。对。然后我刚看那个主唱，我就觉得很像 Fishmans 的主唱，主唱有一点怪咖的感觉，你觉得吗？你刚一讲，真的就连起来了，好像有道理，对不对？就这种形态的表演，你们是第一次吗？是的，是的。你们觉得好玩吗？好玩。好玩。有没有预期来看的观众看你们的时候在想什么？对啊，就是不知道在吵什么。你几岁？平均年龄10岁。10岁吗？心灵上的话，实际的话是23。那你们有联谊过吗？联谊。你小时候有联谊？我们有连看，没有联谊。你们有联谊？Band 不见 ，Band 出来，共振效应，吉他、乌克丽丽，主唱冯毅。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想吐。好，欢迎回到现场。我们刚刚看完很多精彩的表演啊，但是我似乎已经察觉到这一个节目组的意图了。什么？刚刚在表演里面，我们分别看到田约翰、胡凯儿、Ruben 这3个乐团有什么共同点？这3个乐团就是流量密码。
他们的 MV 全部都创造了100万的流量，所以我现在大胆怀疑、大胆假设，这一个节目就是在蹭这3个乐团。难道你们这个节目没有流量，你们就活不下去了吗？你们就没有预算了吗？堕落的媒体，刘卡，你这样讲，我就不高兴了。谁说我们这个乐团季只有找大流量的乐团？没流量的有没有找？有嘛？梁和弦，有。共振效应，宇宙资料库，你们这几个年轻团，年轻到什么程度？宇宙资料库，主唱跟吉他手都要去当兵啦，一个人当4个月，2个人当8个月啦。不用气馁，没关系，你们还年轻，等你们回来，大把的流量等着你们，年轻人，加油！你跟我扯年轻人呐，那中年人呢？中年人的声音在哪里？他们的福利在哪里？壮士在编的预算还不够多吗？不是，你这让我讲完吧。你讲，好，我只是讲，好，你继续啊。中年人的权利在哪里？他们既没有流量，也没有青春呐。我们现在就来倾听壮世代的声音。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老猫侦探社。大家好，我们是老猫侦探社。那因为你们是资深前辈，那你们对新团有没有什么建议？要买一台印表机，然后要有扫描功能的。乐团包含任何演出都很需要签署各种文件。如果你没有这东西的话，你就一天到晚去超商列印，那你的效率就会很差，人家就会觉得你是艺术，你就是这个态度很低劣的艺术家。所以你要买一台扫描机在家里，跟印表机耶。那你们会觉得每个乐团里面都要有一个长发男吗？他在我们那个高雄的劳工公园运动的时候，还被一个路人骂他是怪头而报警处理过。报警，警察还来处。是你啊？是他报警。没有，你叫他赶快跟你道歉啊！你现在上电视就是不要。绝对绝望。
吹过我的身体，吹过河边，放下没有意义的尊严。我大声朗诵，冷冷的风就吹呀吹，吹过我的身体，吹过河边，放下没有意义的尊严。我大声朗诵。下一组乐团，夕阳武士。嘿，大家好，我们是夕阳武士，我是主唱阿轰，贝斯手 Jason， 我是吉他手王力，我是鼓手兔宝。啊，你们成军12年，有没有吵架过？有啊，吵翻了啊！年轻，然后血气方刚，就有人退团这样子。对对对，那一位退团的人就是我，然后退团以后又回来，然后又退团又回来2次。那么那个啊，那么爱闹脾气。你通常会退团多久？就离家出走，然后自己回来。所以你通常会退团多久？对啊，是要退团多久？枉费青春，我觉得比较象征我们的重量感。我们每个乐器的 high gain 跟贝斯啊、鼓的重量，我觉得很大。衰点的话，应该就这首了。梦会青春。
刚才看了歌词，我觉得写得很好，谢谢。对，那我问一下，胃酸浓度到底是什么？胃酸浓度是22度吗？我不知道我就是瞎写啊。对。早上你们4点起床啦。4点起床，你们从高雄过来？对，我们从高雄过来。因为是录影嘛，那你要想说后面的我要让他们看一下我臀部的表现。我觉得我们团臀部最会摇的应该是我们贝斯手 Jason。有动啦，有动不至于摇。你是感觉很骚，对不对？你给我闭嘴！我其实蛮喜欢西洋武士的，但我今天是第一次听他们。我第一次听西洋武士，我就觉得很不一样，跟我平常听的风格不是这么的相同，但是我觉得很酷、很精彩，就是现场很炸，很喜欢。西洋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朋克，就重一点的。我蛮喜欢台语的。我平常没有那么常听台语歌，但是有被他们的台语歌抓到。如果他们之后去音乐季的话，可能就是会去台下看他们。老猫侦探社我其实是第一次听就蛮抓我的耳朵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氛围就是在奇幻中带一点那种复古小调的感觉，这样子，所以那个情绪它还是会透过这样增叠的时候，就是整个透出来，最后在你的心脏上，用力给它敲上一下，就会很爽。天哪！但下个团是一个新团，浪漫里。觉得听这个名字，感觉应该也是chill挂的。吉他手是那个范老师的儿子，然后他们里面的贝斯手是弹蔡健雅，然后几个好朋友一起组的。那时候一开始就想说我们要取一个什么什么里，因为我们的个性就是很爱交朋友，我叫浪漫里，就是一个蛮直接又蛮酷的，真的蛮浪漫的。然后就突然就这样诞生了，这样。没错。一个成军到现在多久了？我们这个成军其实是蛮短的大概多少？3个月、4个月，差不多3、4个月。刚好又乐团季又有这个节目，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Band 不见 ，Band 出来。亚克力柿子驻唱吉他小月。大家好，我们是浪漫力。清晨游荡在熟悉的街头，想起你的脸，想起你的脸。脑袋都是你的画面，习惯了没有你的时间，继续回到房间，哼着我的歌。那一夜，你问我为何要承诺，我不愿开口。要怎么开口？闭上眼，把回忆都当成错觉，做了没有灵魂的梦，怎么醒过来？我只想要你给我更多的爱，这一切我都不想认真对待，有时外的笑容假装释怀，时常回头以为有你在，像深蓝色的不知道我该往哪走，想跳出深蓝色的梦，梦里的我们走散了。
不想认真对待，用虚伪的笑容假装释怀，时常回头以为有你在，像是蓝色的梦，不知道我该往哪走，想逃出这蓝色的梦，梦里的我们走散了。大家好，我们是浪漫里，用音乐让你活在浪漫里。谢谢。这个讲话会有点老派。我们是浪漫里，音乐让你永远活在浪漫里。这个设计，我觉得鼓设计有点有压力的感。你说比较多对点，棒棒棒这样。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些过门，不知道为什么设计的太满了，我觉得有一点听起来比较急促。因为它那个急促设计的方式，如果它没有打得很准，或是打得很从容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好像怎么越来越快。哦，不是，click 就是当当当当。那你是在 click 完全死准，还是在它前面一点，还是在它后面一点？那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它的风格是前面一点，但是就跟贝斯会有一点点错开。所以，可是我觉得它贝斯也是弹的比较 free 的那种，它中间有很多已经用贝斯弹一些旋律性的东西感觉。但是整体来说还是蛮流行的，只是这个应该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新团，然后默契什么？你觉得有差吗？然后一起表演的那个经历还没有那么多，也是有可能。就不是说好你集结了5个很厉害的，它就像一个乐团，因为乐团还是有在一个呼吸里面。我这样会不会一直批评他们呢？神秘客是你要讲耶。给 Mojo 的标准。我觉得就是当下听的有没有开心吧，当下有没有让我可能会心一笑的。那所以其实你现在听到所有团都有让你有会心一笑的啊，大部分都有啊，少部分像谁？我觉得浪漫里有些就是后面的一些曲调可能比较可以被预测到，然后可能比较想听一些可能以前没听过或是比较没办法预测到的东西，给他的 Mojo 少一点点。我刚听那几团，我现在目前最喜欢的是浪漫里。虽然说我之前完全都没有听过他们，但是就现场的感觉、气氛，然后跟观众的互动的感觉，我觉得他们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给共振效应最多 Mojo， 因为他们的那首歌《起承转合》编排得非常好。我给最多 Mojo 的是共振效应。那你最不想要给谁 Mojo？ 我最不想要给的话是，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会是田约翰，他们唱的有时候比较空灵一点，对，当然也有时候会有摇滚，可是不是我平常会听的。我觉得节目在设计观众站位，或者是设计整个舞台蛮大胆的，整个流程蛮像音乐季，就是一团一团演，然后中间休息，大家跑去外面上厕所这样子，但是在一个就是巨大的电影摄影棚里面做，蛮酷的。对，甚至连那个音乐季会搭的那个帐篷都有，就是怎么好像到了一个室内音乐季这样？平常都是从台下这样看，往上看，然后现在是我们观众环绕他们，环绕式的听，就可以更近的贴近他。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冲击到我，因为这是第一次这种模式，这样非常棒。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想吐。刘卡，那个 Mojo 到底是什么啊 ？Mojo 就是在我们前3个 level 里面，24个乐团会根据观众的喜好得到一些 Mojo，这个 Mojo 就跟货币一样，这个货币呢可以得到后面的演出机会，还有特殊技能。不是啊，很多养成节目都搞这一套，老套没新意啊，这个节目。没有啊，这个很有新意啊！不是我们不能整天制造对立嘛？你更有创意，那你想一个出来嘛？好了，有创意啦，就给你有创意啦。但是我要在这边郑重警告，如果播出来啊，我们的观众不喜欢 Mojo 这个东西，看不懂他在干什么，我们摇滚指数在这里跟这个乐团季这个节目划清界限，跟我无关。
我也跟他划清界限呐。到时候这个 Mojo 大受欢迎的时候，麻烦节目组过一些 Mojo 的货币好处，统统过到我这边来，通通跟他无关。我这个节目跟他已经划清界限了。啊，不是啊，你这个划清这个界限，你跟他们对立啊，我再割一份。啊！你潜入他们，对，潜入他们啊！到时候有一个 Mojo， 我们再拿那个 Mojo， 再请律师，再请律师再告他们，拿他的钱告他，拿他的钱告他，哦，那告赢了再拿他的钱再告他，对，告他的魔法对付他嘛。哦，那这个 Mojo 我喜欢，对，多拿一点，摇滚指数，我们下次见。Mojo 是乐团季节目中的养成系统。来乐团季现场观看演出的季迷们，会依照自己喜爱的程度，给出 Mojo。乐团带给季迷的能量越多，季迷应援给乐团的 Mojo 就更多了。Mojo 是一种能量，也是一种货币。在未来，乐团可以使用这些 Mojo， 在乐团季的宇宙里面，换取不同的演出机会，还有资源。在 Mojo 表彰的乐团，团名越大，代表录影现场季民给的 Mojo 数越多。乐团各有千秋，没有高下，很重要，但我们不说3次。刚访问下来，很多团都说他们最爱的是 Jade。真的吗？最在意的就是 Jade 啊，就虽然只有2个人，但是气势，然后完整度很帅。从开始听乐团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个模范，爱你们。Jade 的嘟嘟，他真的太帅了。谢谢哦，谢谢。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谢谢。当初我们报名的时候想说是一个养成系节目，所以我想说我们那么菜应该没关系。来了以后有点吓到这个阵容。那我们的竞品当然就是百合花啦，他们是我们的眼中钉，痛根要改成眼中钉。乐团季好好玩，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响。摇滚指数狂到响度，好，告我啊！我们这个节目跟你们节目有点长短啦。什么叫有点长短啦？什么叫有点长短啦？有点地府啊，有点地府，有点壁虎啊！所以就是要记得买事务机。其他音乐的部分没有什么好建议。假设这是一颗球，这样子下去，我们要这样子丢，这样子丢你都太 low 了，你要这样子丢，然后脚要踏。为什么脚要踏？因为你要接登地气，所以你要这样子，然后丢下去之后，接地气是这样用的吗？是这样子下去之后，然后再把它这样子转过去，然后再把它收回来。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还有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坐公车的夕阳武士，我觉得就是风小月很帅。我们4个就在一直偷看，在意他怎么可以帅成这样而已。希望有一天可以超越，帅度。对，音乐再说，音乐就是客观的去看，客观的去看，大家都是好朋友。对，在群组里面，允琪会讲话。哦，这很重要，你说看。偶尔啊，还是要讲，必须要讲，对。对啊。